大家好，从11月8号以后呢，美国又开放了对外旅行政策，所以呢，很多的朋友呢，他们会在我的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有关来美国旅游呀，或者是探亲的一些事情。也有一些朋友问我，怎么能拿到绿卡？那我今天呢，刚好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它有讲关于8种如何拿到绿卡的这个方法。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吧。我现在呢，带大家边逛超市，边给大家分享如何获得美国绿卡。近些年来，试图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。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如愿以偿的呢？那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这些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方式。今年美国 H1B 签证的名额有 8.5 万个，结果呢，申请之日申报者爆棚达到17万多人。最后美国移民局利用抽签的方式选中了 8.5 万人。申请 H1B 的人多为留学生，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成了主体。为啥这么多的人要申请 H1B 签证呢？因为这是外国留学生能够获得美国绿卡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。绿卡是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代名词，获得绿卡后才能申请成为美国公民。如果不想加入美国公民，保持原国籍，只保有绿卡身份，也可以在美国长期永久的居住下去。但是绿卡持有者没有办法享受美国政府的保障。要想去全世界各地去旅游，绿卡持有者不会像持美国护照那么方便。这些年试图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人越来越多。那么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能如愿以偿呢？当然，这些方法有好有坏，有光明正大的，也有见不得人的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方式。第一，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嫁个或者娶过美国公民拿绿卡。这种方法呢，褒贬不一，真结婚的、假结婚的，为了绿卡才结婚的，为了爱情才结婚的，应有尽有。上当受骗的也不在少数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种最快拿到美国绿卡的方式，尤其是对女性而言，这太简单了。找个美国公民，有个养老公绿卡垂手可得。这种方式呢，不需要女性有什么学历呀、专长呀，甚至呢，不需要长得很漂亮，因为美国人的审美观点和中国人的不一样。第二，留学生要想在美国获得绿卡，这要比嫁给美国人有一定的难度。但是呢，美国为了吸引人才，也对留学生申请绿卡开辟了通道。这就是留学生可以找到一个雇主，然后申请 H1B 签证。有了 H1B 签证，接着就可以申请绿卡了。如果在 H1B 签证到期后还没有成功转为绿卡的话， H1B 就失效了。中国人都很聪明，他会在 H1B 失效之前都会让雇主或自己认识的公司申请劳工移民，最后获得绿卡。不过劳工移民的绿卡需要等待排期，所以呢，漫长的等待也是挺熬人的。第三种方式就是作为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来获得绿卡。这种绿卡难度就非常大，但是呢，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成功获得绿卡。这种方式在10几年前挺成风的，比如中国的一些娱乐圈的名人呢，很多都是靠这种方式获得美国绿卡。而现在则有下降的趋势，因为那些名人来到美国也并不好混。第四种方式就是受聘跨国公司做经理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L1 签证。这种签证适合于有真正实力的人，受聘到业绩非常好的跨国公司。如果你作为经理经营的这家公司业绩良好，达到要求，你就可以以杰出经理人申请移民。这种移民不需要劳工许可证，
也不需要排队等候签证排期。第5种方法就是投资移民，这种投资现在已经涨到100万美元了。当然，在贫困地区投资可以在50万美元。除了100万美元之外，你还得要成立一家新公司或者收购一家公司。你还必须要雇佣10个可以合法在美国工作的人。在美国工作的人还不能包括你和你的家人。投资移民被骗失财的案例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在选择投资移民的时候需要非常的谨慎。现在呢，美国有区域性的投资中心，是专门为投资移民设立的。利用区域性投资中心申请绿卡。申请绿卡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，还有中介大量的从中捞钱的。据说呢，向区域性投资中心介绍一个投资移民，可以获得10万或者8万的提成。哎呀，我也想介绍了。第6种方法，亲属移民。这是一个人移民、全家移民的方式。获得绿卡的人可以为自己未成年的子女、父母申请美国绿卡，而获得美国公民后，条件就更加优越了。申请父母未成年的儿女就不用说了，还可以为成年子女、兄弟姐妹申请绿卡。当然，这种方式是需要等待移民排期的，等个10年、8年都很正常。第7种方法，依赖政治庇护获得绿卡。这种方法在过去曾经让一些人轻易地拿到了美国绿卡。那最近美国移民局发现有不少人是钻空子，完全是借个理由编造故事，目的就是为了拿绿卡。因此呢，移民局目前对这类案子审查的相当严格。第8种方法就是赴美生子。这种方法吧，也不能说是中国创造，但是呢，却被中国妈妈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疫情之前，在某些华人区，不看到几个来自中国的怀孕妈妈，那是稀罕事儿了。为啥要到美国生孩子呢？因为只要是在美国生的孩子，一落地就是美国公民。等孩子年满一定岁数后，就可以为家人申请绿卡了。但是呢，这种方法也存在着风险。只要是拿旅游签证来美国的，但是呢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孩子的孕妇，都涉嫌欺骗美国政府，而违反了联邦重罪移民法。一旦未来被美国政府证实，即使孩子年满21岁要为父母申请绿卡，美国政府都可以依法驳回。获得美国绿卡后，并不是意味着万事大吉。一旦拿到美国绿卡，就要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，特别是在纳税上，就要和美国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了。现在持美国绿卡的人，不仅在美国以外的银行存款超过1万美元要申报，而且家庭财产也要申报。根据美国国税局发布的绿卡持有者纳税指南的相关规定，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论是居住在美国还是居住在其他国家，只要绿卡持有人是合法的美国永久居民，便有义务申报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不管以何种方式获得的收入。全球所得的范围包括个人的薪资收入、海外银行账户、股权或股票等投资收入等等。这就是获得美国绿卡的代价。要为山姆大叔纳贡。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